来吧，新玩具！小时候的奥迪双钻，如今也是正式进入了变形金刚领域官方授权的一套 AAE 系列的盲盒。一箱里面一共6个，第一弹里边主要是上边的这6个，当然还有几率开出隐藏款的金属涂装擎天柱，还有彩透版的太阳风。第一弹第一个是爵士。镭射的底色这种闪卡，而且这张卡片不是一个方块的，它中间有一个小蛮腰凹槽进去的。哇，包装里竟然是这种形式啊！带吸塑的小枪、武器、肩炮，还有不同造型的替换手3对喇叭炮。替换手中间都有这种凹槽，卡进去以后有一个很明显的锁定感。哎，别说这个造型还真是不错呀，非常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种感觉啊。这一套系列啊，主要是这个胯部的关节这里单独多做了一个下拉，所以范围活动的会非常的大，该有的关节细节这里都有。脚踝这里甚至还能拉出来一截，左右的接地，胳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而且胯部的这个关节我感觉挺结实的，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松或者说断了的现象，料子用的挺好的，很厚实。背后这里也并没有啥偷胶空洞的，除了不能变形之外，造型方面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咱们来开第2盒，我这回知道了，包装别跟上边撕，下边这里有胶贴，抽拉就行了。哎呦！开到了柱子哥，不过是普通版的。柱子哥有一把大枪和3对替换手型，哎，擎天柱就要比爵士大上好多了，哎，很帅啊。肩膀这里有一个汽车人的 logo， 并且这地方还有蝴蝶关节，左右还有弯胸的造型。擎天柱的关节明显会比爵士做的要丰富啊，它其实也做了一段拉伸，那下边还拉出来一个小边缘。所以它的弯腰幅度非常的夸张，头雕做的也很好看。最关键的是啊，我之前还看人说这个东西能摘开啊，真的是，它胸口并没有做成打开的样式，是一整块零件，但是里边有领导模块仓，可并没有领导模块啊，只是一个盖子这样套上去的。两头这个地方有轴，我猜啊，可能会推出那个开胸版本吧。再来一盒。有没有隐藏款？隐藏二吸拿出来，我发现，吸塑后边还有一兜能量块，半透明大胶的材质，不过这个表面看起来乌突突的，并不是很透亮。二吸也是3对替换手型，带了3把武器，造型吧倒是也能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那个身材曲线。背包的造型很漂亮，腿部圆圆润润的感觉，胯部这个地方就不是下拉的那个转轴了，因为也是这个地方过于纤细了，所以呢，它在胯部这里做了一个外扩的双关节，胸口、腰部2段球形关节，但是这颗头吧，我感觉做的就很严肃，不是很甜的那种二吸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张脸很像《星球大战》里边那个公主，胳膊肘的曲臂幅度还是挺大的，它这里专门做了一个缺口。腿的造型还是挺好看的，屈腿也能达到135度。下一盒再来，我想要那个金属涂装，有没有？声波，我还以为声波后边的吸塑会带个小磁带了啥的啊，并没有。3对替换手型，肩炮和武器。造型方面依旧是非常不错的，很还原的样子。胯部这里也是下拉的关节，胸口的这块面板可以打开，里边可以看到有2个像奶头一样的东西啊。我感觉后边应该是有小磁带可以插上去的。不过手臂弯曲的这个关节啊，差了一点点，刚刚好自己按不住这个开关。这个稍微显得有一些尴尬。这一套这点挺好啊，里边都有这个蝴蝶关节，转的时候还不会脱肉。腰部这里也都是2段活动范围。来，金属涂装柱子，红蜘蛛，在吸塑的下边这里有2个翅膀的配件，带子边缘还专门给你弄了虚线槽，就很方便撕开。红蜘蛛的配置也是3对手型，2根奶射线，翅膀通过球形关节安插，后背这里也做成了半圆的弧形，背包很漂亮。而且这些大一点级别的弯腰啊，它中间其实是有一段拉伸的关节，不知道有朋友们发现没有啊？你把这里拉开，往长拽一下，咦，
看到没？这个时候的弯腰就变成了2段关节，小心思全部放在了这些关节的设计上边，蛮好蛮好。头雕的造型很漂亮，我感觉红蜘蛛这个头做的很好看。同样有外扩的蝴蝶关节，胯部这里的下拉双断轴，脚踝双关节可以拉出来，左右接地。而且这个系列有一点很好啊，腿部基本上都能做出来这种喇叭裤的效果。毕竟不能变形吧，所以造型上面还原度自然要做得很高了。那就剩最后一盒了，金属涂装。自然2个人的套装啊，会带2张卡。因为是个头比较小的角色，所以2个放在了一起，其实是2个半。哎呀，中间有激光鸟，我说呢，我记得看图里边，这套有鸟啊，没想到放在了这个里边，并且呢，这一盒后边还有一个能量块。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，所以这2个基本上都使用了这种球形关节做手腕、胯部。哎，但是这个小玩意儿还有独立的弯腰关节，弯腰的时候不会呈现脱肉。转腰的关节呢也有，上边的须子也用了柔软的材质，根部这里还是能转动的，并且这么点儿竟然也做了蝴蝶关节，哎，很好啊。小脚丫同样还有接地，飞过山带了大炮，腰部这里这小玩意儿也有2段的关节，腿部的活动范围很不错，左右接地，外拖蝴蝶关节。但是这俩小玩意儿只带了1对张开的替换手型，反冲的手型不重要，我觉得飞过山应该给一个国际友好手势的那个手型，就更有趣了。来看这一盒里边带的小激光鸟，翅膀可以活动。背泡这里的造型也有刻画，脖子可以活动。如果开到这一套小玩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不算亏啊，毕竟里边会带2个半角色。而激光鸟的互动方式呢，声波的小臂上边有4个凹槽，用脚尖和脚后跟夹上去，还挺稳固的。总的来说，其实整体做出来的这种素质了，还有各种造型可动啊，都是可以的，售价也不贵。尺寸方面，擎天柱在13公分，声波12.5左右，红蜘蛛到头顶12公分，爵士11，阿尔西10.5多一点吧，飞过山6.5，反冲7公分。身高感觉比如今主流第三方小比例 NA 魔方这些都要稍微大一点点，但是这一套整个搭配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看的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奥迪双钻自然已经拿到了这个系列的版权，如果能把变形金刚这些所有的角色都出一遍的话，把这些小人儿成系列的摆成一套，那效果感觉应该也是很不错的。我个人提一点建议啊，如果说将来再出这些小角色的时候，比如说能量块这些带完了，后边能不能再出一些家具，比如说显像1号啦，或者说维修平台啦，比如大电影柱子死的时候躺的那个床啦啥的啊。当然这个系列如果将来还能出配套的这些场景板材的话，搭建出来一个背景地板的那些一块一块的砖，整个的拼合起来，把这些玩具放在里边，那样的展示效果应该是更棒的。后续的产品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